英国首相允许使用暴风阴影导弹打击俄境内军事目标。挪威援乌6架 F-16战机和海王直升机的零件。美海军首艘搭载无人潜航器的潜艇即将服役，正式进入无人化时代。秘鲁空军换新战机，阵风 KF-21、台风等6款战机，谁能胜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打击俄本土意义非凡，一可将俄乌战场转移，二可显示出俄军防空漏洞，三可对俄机场、军火库等目标造成巨额损失，从而使俄军存在巨大心理打击。而一直束手束脚的乌军终于得到了解放。北约峰会召开之际，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出于防御目的，援助的暴风阴影导弹，乌克兰可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它们进行防御。对此，彭博社、金融时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认为，斯塔默的表态证实了他将延续前任苏纳克政府在俄乌问题上允许乌军使用其远程武器攻击俄境内军事目标的政策。俄罗斯的反应，综合塔斯社、消息报等多家俄媒10日的报道，和此前一样持反对态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且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实，自俄乌全面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早已引起俄方不满。今年5月6日时，今日俄罗斯就曾报道，俄外交部召见了英国驻俄大使，对其进行警告，称如果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土，俄罗斯将对英国在乌克兰或其他地方的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此外，彭博社还报道称，包括英国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虽已支持乌克兰打击俄境内目标，但作为援乌领头羊的美国，迄今为止仍然拒绝解除乌克兰使用其武器的全部限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当地时间5月31日证实称，美国总统拜登已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但仅限于对哈尔科夫发动袭击的俄军目标。对此，路透社7月10日报道，抵达华盛顿的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之际，敦促美国不要等待11月总统选举结果，呼吁尽快援助乌克兰，如扩大授权，允许乌军深入打击俄本土。由荷兰和丹麦带头组建的战机联盟是向乌克兰援助 F-16战机，帮助乌军取得战场的空中优势。据法新社报道，7月10日，挪威在声明中表示，将向乌克兰援助6架 F-16战机。其首相斯特勒表示， F-16战机的交付计划从2024年开始。这些战机与防空系统结合，有助于乌军防御俄军空袭。F-16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乌克兰的愿望清单中。在此之前，丹麦承诺援助19架，荷兰承诺捐赠24架。而在此次北约峰会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来自荷兰和丹麦的第一批 F-16已经启程运往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荷兰首相迪克斯霍夫以及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也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的支持下，丹麦和荷兰政府正在向乌克兰援助美制 F-16战机，且这些战机的运输程序目前正在进行中，预计今年夏天乌军就能开始使用。不过，出于行动安全考虑，在声明中并未提及更多的细节。对此，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达了对各国援助 F-16战机的感谢，并称这是一种信号，极大增加乌军和人民对胜利的信心。知道乌军接下来会干什么吗？自然是想办法筹集大规模行动所需弹药，等 F-16抵达后，便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空中打击。除了战机联盟外，由挪威主持的海上能力联盟也开始发力。乌克兰海岸警卫队将从挪威接收海王直升机的备件，从而支持此前德国援助的6架、英国援助的3架海王直升机的运营和维护，强化乌军在黑海的作战能力。
德国、英国援助的海王多用途直升机属于维斯特兰海王系列，由英国维斯特兰公司获得美方授权后生产，同时也是英国海军使用最为广泛的军用直升机之一。它采用常规的共轴双旋翼布局，具有较高的飞行性能和稳定性，最大飞行速度为255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可达865公里。除了可以搭载多种武器系统，如机枪、火箭弹和反舰导弹，执行对地攻击和反舰作战任务外，该型海王直升机还可用于运输人员和物资，执行搜救、运输等任务。其巨大的后部机身部分配备了可膨胀的浮动安全气囊，以便在水面着陆时具有更强的漂浮性能。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曾评价，这是一款经过实战考验、性能卓越的直升机。它将在多个领域为乌克兰提供关键的支持，如在黑海上空进行重要的侦察任务，以获取俄军动态，同时还能够在前线运输部队和物资，加强乌军的地面作战能力。此次，挪威、德国、英国三方合作，共同为乌克兰海上防御提供实际支持，凸显了在与俄罗斯持续冲突中，国际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性。装备无人化已成为各国重点研发方向之一，美国海军更是在俄乌战争的影响下加快这一方向的研发。据海军新闻7月9日报道，美国海军将在今年部署首艘搭载新型无人潜航器的舰艇，其标志着美国海军正式迈入无人化作战时代。据悉，这则消息是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高彻少将于今年5月在英国范保罗举行的2024年海军领袖联合海军活动会议上公开的。他表示，美国海军将在未来几周内为安德瓦号潜艇安装无人潜航器，并预计在年底前完成部署。德拉瓦号是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第18艘，由美国最大军事造船公司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建造，排水量达到7800吨，于2020年4月4日服役。这艘潜艇将搭载同样由 HII 制造的雷姆斯600型无人潜航器。该型无人潜航器已于2023年底成功在德拉瓦号上进行测试，并可通过潜艇的鱼雷发射管进行发射和回收。报道称，美国海军将利用德拉瓦号的部署，在欧洲海域进行演习和测试。无人潜航器的各种应用，如侦察、监控、通信中继、目标攻击等，这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海军在水下领域的作战能力，同时也代表着美国海军正在积极探索无人化系统在未来海战中的应用，从而实现零伤亡。美海军之所以发展这种以潜艇为基础的无人潜航器，是因为该装备将成为美国海军未来夺取水下治权的关键。首先是其隐蔽性能好，生存能力强，能通过鱼雷管发射和回收，说明其体积小，重量不大。加上无人潜航器大多依靠电池、海浪能功能，其噪声辐射和电磁辐射等特征信号相对较弱，不易被探测发现，以及数百上千米的下潜深度大大提高了其生存能力，而活着就能干更多的活，更好地执行任务。其次，无人潜航器适用海域广，如大型无人潜航器可依靠自身数百至数千公里的续航，小型无人潜航器则可通过舰艇、潜艇等有人平台携带，进行多批次投放，甚至还能够隐蔽部署到有人作战平台无法抵达的部分潜水海域，填补了传统反潜手段的盲区和死角，提高了反潜作战的全面性和深度。部队的前沿部署能力将进一步得到增强。使用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风险小，成本低。装备无人化本就是为了执行高风险任务诞生的，而且无人潜航器的造价及作战成本也比有人作战平台更低，具有良好的经济可承受性，其必将成为未来水下作战不可忽视的新势力。此外，美国海军也将致力于发展更多无人化系统，并增加相关演习和训练，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加频繁地使用无人化系统。高彻少将表示，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迎接无人化系统时代的到来。
秘鲁空军现役战机米格29、幻象2000都已老旧过时，为此他们正在寻求替代品。结合多方消息，竞争者有以下几款，即法国阵风、欧洲台风、韩国 KF-21、瑞典鹰狮 EF 以及美 F-16和 FA-18超级大黄蜂。其中，法国的阵风和韩国 KF-21战机被秘鲁空军视为主要竞争者。阵风战机的优势在于和幻象2000战机同为法国达索公司生产，飞行员更容易接受培训。此外，阵风战机以多功能性闻名，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并配备了全套武器和电子战系统。KF-21虽然是最近才投入生产，但其优势一点也不少。首先， KF-21战机本身性能并不差，配备有先进的航电设备和雷达，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其次，韩国愿意做出技术让步，如 KF-21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光电瞄准系统、红外线搜索和追踪系统、主动电子作战设备等。最后，与秘鲁有合作介绍。据飞行国际7月4日报道，韩国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与秘鲁航空航天企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即秘鲁将引进 FA-50轻型战机，并由 Siemens 生产 FA-50的零部件，而且这项采购协议还可能会扩展到 KF-21。KIA 虽然没有详细说明 Siemens 将生产的具体零件种类，但表示双方将开始联合生产机械和金属板等主要零件。据悉，秘鲁还将采购24架 FA-50轻型攻击机，以取代其库存中的老化战机。至于其他战机，美国的 F-16和 FA-18战机虽然都是很好，尤其是 FA-18坚固的起落架非常适合秘鲁的山地机场，但美国洛马和波音目前都陷入了供应链问题。瑞典萨博集团的鹰狮战机则是担心其采购成本过高和交付时间过长。欧洲台风则是西班牙空军在2013年曾向秘鲁提供过2手台风战机，它大概率是用来确保供应商多样性的。综上所述，谁能赢下秘鲁这个单子，按优势排序为 KF-21、阵风、台风、F-16、FA-18、JAS-39，大家觉得呢？波音公司于7月1日宣布，已经向美国陆军交付了首架大型运输直升机 CH-47F Block 2。据悉，早在2024年3月26日，波音公司就已经对外宣布，首架 CH-47F Block 2型号直升机已经进入最后组装阶段。与常规运输直升机相比， CH-47F Block 2在燃料箱上进行了精心设计，使其拥有着更强的机身和传动系统，同时还扩大了载荷能力和作业范围，最大载重可达54000磅。美军计划拥有465架该规格的运输直升机，以便能够更好地执行现代化工作。6月27日，波音公司宣布向美国海军交付首批2架超级大黄蜂多用途舰载战斗机。据悉，美国海军为了能够保持和扩大空中优势，于今年3月17日与波音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11.37亿美元的合同，用于购买17架最新的超级大黄蜂，预计于2027年生产结束。作为超级大黄蜂系列第3批次的制造与升级， FA-18 Block 3安装有保型油箱，极大限度地增加了航程。同时，它还配备有世界上所有战斗机中最大的触屏荧幕显示器，以及新型网络处理系统和能够容纳更多资料串流的战术标定网络科技。这些先进的设备能够让其和 EA-18G 咆哮者电子作战机以及 E-2D 空中预警机之间相互沟通，并形成密切的作战网络，以便执行各种战术任务，比如昼夜精准打击、战斗机护航、近距离空中支援等。据美方表示，待该战斗机组完全成型后，将会成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中坚力量。据美国防务新闻6月27日报道，美国陆军批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增程型导引多管火箭系统实施量产。今年5月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国防部和洛马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约为8.613亿美元的合同，以生产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及相关服务。ERGMLRS 作为 GMLRS 的升级版，它的射程要比 GMLRS 翻了1倍，达到了150公里以上，但是在大小方面两者却旗鼓相当，这让 ERGMLRS 的优势更加明显。
为了能够继续扩展 ERGMLRS 的功能，还通过对其集成 RIG360 数据链路，以此来开发与移动目标交战的能力。综上而言 ，ERGMLRS 在各方面都要优于 GMLRS，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生产成本要比 GMLRS 高很多。美国陆军也曾因为成本问题一度打算削减 ERGMLRS 的生产线，以便能够生产更多的 GMLRS。但是再三考虑两者在实战中的作用，最终还是决定对 ERGMLRS 实行量产。第一批生产包括240枚 ERGMLRS， 总成本约2亿美元。洛马公司表示，随着 ERGMLRS 产量的增加，在制造工艺和供应链方面会更加完善，单位成本也将下降，届时一定会迎来更多的订单。预计 ERGMLRS 会成为洛马公司每年计划生产的14000枚火箭导弹中的很大一部分。目前 ERGMLRS 已于日前完成多项射击测试，下一步就等投入作战部队使用。据中时新闻网6月27日报道，英国智库研究所在6月26日发布了一篇报道，其在这篇报告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在被欧美制裁期间，它的军工产业十分顽强，与之前相比，炮弹和导弹产量一度增加了5至15倍，并给出了具体数据作为参考。如152毫米炮弹年产量增加了 5.3 倍，从之前的每年25万枚增至2024年的132.5万枚。BM-21 冰雹火箭弹产量增加了 15.2 倍，从 3.3 万枚增至2024年的50万枚。K-101导弹产量增加了8倍，从56枚增至2024年的460枚。对于这种情况，多方媒体猜测，这或许会是俄罗斯的临死反扑，各国有必要加强防范。据俄新社6月28日报道，俄罗斯正在考虑恢复中短程导弹的生产和全球部署。据悉，该类导弹受限于中程核力量条约，俄罗斯原本不应该进行生产，但普京表示，现如今受俄乌战争影响，欲单方面暂停该条约。对此，军事专家安皮洛戈夫表示，俄罗斯此次的部署主要是应对美国之前在菲律宾部署的提风导弹。据战区网7月1日报道，通用原子公司正在建造第一架协作战斗机无人机。在通用原子公司的最初设想中，这款协作战斗机无人机将会与载人战斗机密切合作，主要用于执行空对空任务。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研发，通用原子公司遇到了重大挑战。尤其是在无人机自主性方面，目前无人机确实能够利用 AI 去代替人工完成一些高精准度的任务，但是在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时， AI 展示的微操和应变能力过于程序化，要完全达到设想中的程度，还需要长时间的算法演变。该计划负责人之一的阿特伍德曾在采访中表示，这项计划一旦成功，将会让无人机完成质的飞跃。但是确实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目前该实验计划正在用收割者的组件来进行实验，对于更多具体的实验细节，美方并未有过多披露。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秘鲁空军的新战机会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